如果这场官司是在前半年做判决，是有利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轩如心所愿的频道，祝愿大家充满着满满的正能量，过上美好的一天。最近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吃这两个人的瓜吧？打开各个社交媒体，都会看到他们极富娱乐性的那个官司。今天我也来跟大家一起吃吃瓜吧。我会分析这两个人的紫微命盘，看看他们的结合是真心相爱，还是一开始就错了，根本就不应该开始的呢？然后接下来会看看谁比较有说谎的成分，还有最后我会大胆的预测这场官司谁会赢，所以要看完这视频到最后才会知晓哦。好紧张，预测错了可是要打脸的。在此我要强调，他们的命盘是我从网上找到他们发生各个事件的时间点，例如几时得奖，几时有官司，几时结婚、生子、离婚等等，再从12个时辰里找到和他们相匹配的那个命盘，来断定哪个是他们的命盘。如果你有什么疑问，或想听听哪个名人的命盘分析，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，谢谢哦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看看 Johnny Depp 的命盘吧。这是我一贯的做法，要敬老尊贤，所以我们就会先看 Johnny Depp 的命盘。那么我就尊称他为 Johnny 哥吧。Johnny 哥呢，他是天梁坐命，官禄宫是天机流出禄。流出禄呢是 A 宫的天干化禄到对面的 B 宫，那么化禄的那颗星就会在 A 宫流出禄，而且他的官禄宫的天干还化权到命宫和化忌到财帛宫，这种配置是非常好的，就是说 Johnny 哥的事业是非常好的。我想在看这视频的你可能不懂天干如何化禄、化权、化科、化忌的，我会专门做个视频教大家，那么下次看我的视频呢，就比较容易明白我在说什么。那么言归正传，虽然 Johnny 哥的事业运很好，但是他的官禄宫是忌冲到他的福德宫，而他的福德宫本身就已经太阴流出忌了，这两个宫位又在卯位和丑位，所以当他事业越成功，他越不开心，所以他会酗酒甚至嗑药，这个并不奇怪。以他的福德，他真的需要一个正宗的宗教，会灌输他放下执着的宗教，不管是佛教、基督教、回教等等，只要能让他可以放下执着的宗教，对他都是好的。如果他没有正确的一个宗教来规范他，那么他要戒酒、戒药，这些可不容易。我看的命盘没有一个是100%完美的，就是说你只要在某方面成功，另一方面就会比较差。因此看命呢，是要来了解自己在哪方面强，哪一方面弱，从而去规划自己的人生，也可以学会如何去化解，或者说减少弱的部分。所以看命不是要预知未来，而是真正的看命应该是要了解自己，再去做出改变。例如你精神状况是弱的那一环，那么你就要着重于修身养性，让你自己可以控制情绪，而不是被情绪控制。如果你的事业运不佳，那么肯定有某种行业是适合你的，你就去从事那个适合你的行业。算命真的不是迷信，算命是很科学的。对我来说，紫微斗数是一个让我了解自己，让我能面对自己强项和弱点，从而改变自己，让自己变好变强的一个工具。
好，我又离题了。刚刚说到 Johnny 哥的官禄宫忌冲福德宫，这个也让我们看到，不管多么成功的人，他们都有自己的弱点，都有自己的烦恼，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天天羡慕别人，妄自菲薄。钱财方面呢， Johnny 哥有一点破财，但是还好，不算严重。Johnny 哥命宫落入交友宫，所以他对人基本上是蛮好的。至于感情方面，他的夫妻宫进入交友宫，让文昌化忌，配上破军星，这种配置叫做水中作种，因此他的感情常常会突然间发生了不可预计的事情，而导致分开。意思是说，他的感情常常是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就分开了。我看了他的命盘，真正适合他的生肖女生是属牛的女生， Amber Heard 是属老虎的。属虎的女生对他来说有性吸引力，但是会让他的精神状态更糟糕，因为寅位忌冲他的福德宫，寅位就代表老虎这个生肖。当然这个并不是100%，但是几率会非常高。我真的有很勤奋的去扒 Johnny 哥的情史，去看看他们的生肖，这种勤奋值得点个赞，订个月吧，你懂该怎么做的。Johnny 哥呢，他好像偏爱呢属老鼠的女生，但是属老鼠也是忌冲他的福德宫，也是会让他的精神状况糟糕。而唯一属牛的竟然是他 Kate Moss， 希望 Johnny 哥的下一个对象会是生肖属牛的女生。那么以 Johnny 哥的命盘来分析，我不能确定他有没有打 Amber，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Amber 会让他疯狂，尤其是如果 Amber 的情绪控管也是不及格，那么 Johnny 哥会做出丢盘、丢碗碟、捶墙壁这类型的行为，这是可以肯定的。而且他自己也承认他有类似的行为，但他不承认他有伤害到 Amber。我们就来看看他是自己受伤的还是别人造成的。我们就来看他的2015年命盘。2015年他的流年疾厄宫忌冲他的大运疾厄宫，而且是在他出外的时候发生的，大概在农历4、5月。另外他的流年交友宫忌冲他的大运疾厄宫，大概在农历3、4月。所以配合两个事项来分析，他在2015年农历3到5月之间会因为外人而受伤，你们自己细品。所以他的断指事件，你们自己去想想吧。感情方面， Johnny 哥的大运田宅重叠夫妻宫，这是可以分析为从2014到2023年 Johnny 哥容易陷入三角关系，所以这个你们也自己细品。现在来看看 Amber Heard 的命盘，她年龄比我小，所以我就不必尊称她为姐了。在千辛万苦的定盘后，我选择了申时为她的命盘，因为她样子看起来比较有气场，我就选择了这个紫微天府右弼加上文昌星逆水科坐命的命盘。这个命宫说明她是个有气场，好像个女王这样的女生，同时她也是个有才华的女生，基本上她是蛮聪明的。她的福德宫是贪狼自化禄，看起来应该是个开朗自信的女生，只可惜她的福德宫忌冲交友宫，这种配置是说她容易想不开。这种命盘呢，蛮容易患上那个忧郁症、躁郁症等等的，就是比较容易患上心理病的一群。再加上他的疾厄宫文昌忌冲命宫，这个可以分析为他容易有筋骨的病痛
或者是他会是个不礼貌、不讲理的人。而他的交友宫忌冲命宫，他这辈子是非特别多。那我们来看看 Johnny 哥是否适合 Amber。Johnny 哥生肖属兔，兔对应的宫位就是卯位。Amber 命盘里的卯位是己亥宫，天同化禄，这个说明属兔的男人会觉得他很有魅力，会被他吸引，而且属兔的人是会帮助到 Amber 的事业的。因此的确 Amber 因为 Johnny 哥而事业上升，接到代言 Aquaman 里的那个角色等等。但是重点来了，卯位忌冲 Amber 的命宫，而且是文昌星。文昌化忌可以分析为合约出了问题、官司、争执等，所以属兔的男人会 drive her crazy。因此我相信 Amber Heard 不是跟任何人都会起冲突的，但是属兔的人就另当别论。那么对比起来，他们真的是相爱相杀的组合。从2011年到2020年的10年运势里， Amber 的大运己亥宫忌冲命宫，再配上他的大运福德也落在命宫上，这可以分析为他在那10年里面蛮有可能有情绪病，尤其是2014年到2016年之间会特别显现出来。在2016年农历2月、3月 ，Amber 容易陷入三角关系，所以这些你们都可以细品哦。最后来到了预测谁会赢这场官司，这我就大胆预测，从2021年到2030年之间 ，Amber 的事业运是强的，她会名声大噪。即使他输了官司，他过后的发展还是不错的。Johnny 哥从2014年到2023年，事业运是下滑的，尤其是名声方面是下滑的，而且打官司都会输。但是这场官司呢，还是要看流年运势。2022年 Johnny 哥的名声是奇迹般的上升，尤其是年头，但是到了年尾会有终止合约，而且和官司有关的。而 Amber 的2022年，他前半年会因为感情而冲击到他的事业，但是下半年他的名声可是会提升的。所以以他们2个命盘来分析，如果这场官司是在前半年做判决，对 Johnny 哥是有利的。但是如果是下半年才做判决，那么 Amber 的胜算就比较大了。因此如果这个5月做判决，那么我看好 Johnny 哥。但是如果 Amber 继续上诉，到了下半年我会看好 Amber。那么 Johnny 哥的事业会怎样？ Johnny 哥的粉丝就不用太担心，他下个10年的运势是比这个10年的好的，至少他会有工作，会赚到钱，有可能他的副业会做得不错，所以画画可能对他来说是个不错的出路。对于我的预测，你们是否有相同的意见呢？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吧。记得订阅点赞，谢谢观看，拜拜。